上体育课时，麦麦在操场练习短跑，准备在运动会大显身手。每一次短跑冲刺之后，麦麦都会感觉到心跳加速，心脏咚咚咚咚的都要冲出体外了。听麦麦讲完，狐狸猫觉得有点担心麦麦的状况，便将耳朵贴在麦麦的背上，感受她的心跳。她听到了好急促的声音，两个人觉得很不可思议。难道这是心脏跳动的正常现象吗？而心脏跳动时听到的扑通扑通声，到底又代表什么意思呢？于是两个人秉持着科学的精神，决定要好好研究心脏搏动时为什么会发出扑通的声音，而不是砰恰恰砰恰恰的声音呢？狐狸猫跟麦麦决定到保健室借听诊器。听完两人来访的原因，护理师阿姨热心地拿出了听诊器。首先，护理师阿姨让刚跑步完的麦麦使用听诊器。在听的过程中，护理师阿姨同时请狐狸猫跟麦麦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让跳动的心脏发出声音呢？这时的麦麦透过听诊器更清楚地听到心脏正在扑通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护理师阿姨笑着解释道：我们人体的心脏一生都在跳动，心脏的跳动我们称为心搏。这时候狐狸猫说：我想起来了，在前面心脏和血管的单元中有学到，我还记得心脏内在心房和心室间，以及心室和动脉间都分别有着叫做瓣膜的构造，可以防止血液逆流。护理师阿姨说：狐狸猫说得对，当心脏收缩时，瓣膜会适时的关闭，血液就会撞击瓣膜与心壁肌肉产生声音。而心脏内有两组瓣膜，所以心脏收缩一次就会分别与这两组瓣膜撞击，而发出扑通的声音，这就叫做心音。也就是说，一次的心搏会发出扑通两个声音。哦，原来这就是我们会听到的心脏跳动声音的原因啊！知道了心脏发出声音的原因后，接着护理师阿姨又请麦麦听一下狐狸猫休息状态时的心音。麦麦仔细听了一下，她觉得休息状态时的狐狸猫，它的心搏声是比较缓和的，扑通扑通声。狐狸猫惊讶地表示：原来在运动前后及休息状态时，我们的心跳速度是不一样的啊！护理师阿姨说：没错，这是很好的发现哦，看起来你们都找到重点了。护理师阿姨接着问：为什么运动后心跳的速度会比运动前还要快呢？同学，你们觉得呢？ A. 加速二氧化碳的排出和氧气的提供。 B. 加速氧气的提供，减慢二氧化碳的排出。是的，人体在运动后，细胞代谢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为了要将过多的二氧化碳排除，心脏的跳动增加，血液循环加速，而同时血液也运送更多氧气，提供身体使用。那你们觉得，我们人体内除了心脏会搏动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也会搏动，而且跟心搏息息相关呢？狐狸猫抢着回答：看中医时，医生会把脉，感受手腕内侧的脉动，来评估身体状况。护理师阿姨回应：很厉害，没错哦，我们手腕内侧摸到的脉动称为脉搏。中医把脉的脉搏应该是来自哪一种血管的搏动呢？ A. 静脉， B. 动脉， C. 微血管。是的，脉搏指的是动脉的搏动。刚刚也说到了手腕上的脉搏，其实跟心脏的跳动是有关的。当心脏收缩时，
将血液挤压进入动脉，而具有弹性的动脉管壁就会瞬间扩张，接着弹回原状，使得血液能够往前流动。动脉管壁随着心搏扩张以及复原的现象，就是我们所摸到的脉搏。狐狸猫很好奇中医的把脉，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摸得到脉搏呢？护理师阿姨要狐狸猫和麦麦分别伸出一只手来，手心朝上，然后用自己的另一只手把中指和食指并拢，摸手腕大拇指基部的地方，感受一下指尖传来的搏动的感觉。狐狸猫和麦麦露出摸到脉搏的惊喜表情。麦麦接着想了想，护理师阿姨说，脉搏和心搏有关，那么心搏跟脉搏跳动的次数是一致的吗？这部分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实验来验证一下。护理师阿姨请麦麦拿听诊器听自己的心跳声音，并计算心跳的次数，同时请狐狸猫按住麦麦的手腕内侧，就像中医把脉的样子，并计算麦麦的脉搏次数，计时1分钟，分别计算心搏与脉搏的次数。这时候，护理师阿姨提醒麦麦，听到扑通2个声音，其实是一次的心跳哦，不要数错了。1分钟后，麦麦测出自己1分钟的心跳次数为67次，而狐狸猫量出麦麦的脉搏次数也是67次。原来身体内心搏的次数与脉搏的次数是有关联的。脉搏是每一次心脏收缩，血液流到有弹性的动脉，使动脉快速扩张又弹回所造成的血管搏动，所以一次心搏就会造成一次的脉搏，测量心搏和脉搏的次数才会一模一样。因此，当心跳加快时，脉搏也会同步跟着加快。最后，我们来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吧。1、心跳的声音又称为心音，是心搏时瓣膜关闭、血液撞击瓣膜所发出的声音。2、一次的心跳会有2个心音。3、脉搏是动脉受到血液压力时瞬间扩张又收缩所产生的搏动。4、脉搏跟心搏的次数是一致的。5、人体在运动后，心搏和脉搏的速度都会变快，可以快速排除细胞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物，同时加速血液运送更多氧气，提供细胞使用。今天的内容都学会了吗？给你们一个小问题思考一下，我们除了摸手腕内侧可以摸到脉搏之外，还有哪些地方也可以摸到脉搏呢？欢迎你们去找答案，并且在下方留言。下次见，拜拜。